大家早晨了，今天来跟大家开场，跟这个李舜臣，对李舜臣啊，那大家看到这个李舜臣就是这个标题啊，跟这个影片时长，那大家应该也是猜到这些李舜臣的主要打法是什么？对，那我相信大家如果看过一两个月之前那部，那大致上就会知道这局是一个很可怕的坐牢局。对，没错。那这次啊，那也是先说一下，那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先订阅一下，谢谢。对，那也是啊，那个订阅冲得越快的话，之后发的片呢就会越多，这个应该是真的，我应该是会做到。对，没错。那不喜欢的话，也是先订阅一下，谢谢。那我们也是会经常见面。OK， 那回到那个影片里面，那这次的话，想跟大家说几个题外话。那这次的话，先说一下，就是那个前2天的那2部影片，就是那个主要说阿泽尔的那2个影片。那很可惜啊，就前天发的那部，有个观众留言说，原来阿泽尔啊，其实他改完等于没改。那他是一个韩服玩家来，但他说的话应该是没错的。那我根据这一点的话，那阿泽尔的他的那个 meta 地位应该会持续挺久啊，因为根据他所说啊，他自从那个9月，如果没记错，他说9月之后，阿泽尔就是那个2025年9月之后，阿泽尔就基本上是没有改动过。那基本上，如果9月到现在都没改动过，那是代表什么？那就代表啊，韩服官方已经把阿泽尔当作是一个半放弃的状态。对，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消息啊！因为我还看过那个韩服官方，他之前在年底的时候，他发过一纸公告说，因为他之前他每个月就改一次英雄嘛，就每个月就把一些英雄做一些改动。那他做了改动之后，他发现原来每个月改一次，那些玩家就会不停骂他，对，然后他好像被骂怕，他们那些官方好像被那些玩家骂怕了，就是他们就决定做什么？决定每一个季度才改一次，就是每个 season 啊才改一次那个英雄，那就基本上就宣判了阿泽尔的这个改动应该是蛮久啊，那除非他因为他公布这个一个季度就是一个 season 改一次那个消息，到现在其实还没做任何的就是没有做任何一次的改动啊，因为好像那则消息到现在发布好像才2个月，那我们就看第一次的那个 seasonal 的改动会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们再来决定这个阿泽到底是不是已经被那个官方遗忘了？对，那我们起码有一次的一个希望。对，没错。那改成一个 season 做一次英雄改动的话，我相信啊，应该是好事吧。就是起码会让官方多一点时间想一下这些英雄的规划。例如说，之前他1个月改一次的话，他既然把那个夏娃进行那个 buff，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事，因为夏娃本身啊，他的机体已经不是一个很弱的一个英雄，他还把那个夏娃做一个 buff， 就是他 buff 什么？他既然可以打地下，这个是十分之离谱。原本夏娃已经是一只近战几乎无敌的那个英雄，他竟然把它改成可以打地下，这个就是我抓破头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改啊！我希望了，他把这个英雄改动改成那个1个月一次之后，那希望他的那些改动会想得更周强一些。对。OK， 那第1个话题就这样。那第2个话题就是最近印尼服那个伺服器问题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印尼服它更新啊，就是它更新离上次更新，因为放了很多假期嘛，就是你说什么圣诞节啊、什么元旦那些假期，就基本上印尼服它通常是2个礼拜更新一次的，那这次的话它已经3个礼拜没有更新过了。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更新啊，那就代表它的伺服器很久没有关过了，因为游戏是24小时运作的嘛。那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那个3个礼拜没有更新过，那导致它那个伺服器啊，
那个连线品质出现了问题，那导致很多玩家都很卡，那包括我，对我的网络以前那个稳定4个，现在变成那个稳定3个，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啊。然后我发现很多印尼的本地玩家都从那个5格。就是以前我看过他的网络是5格，就是现在他会调去那个4格，或者有一些本地的印尼玩家，他会是5格跟4格里面跳来跳去，那个是已经算是比较好了。这比较差一点的话，甚至会在那个4格那边卡住，就是他怎么上也上不去那个5格。这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啊，就是连那个本地玩家都发生这种事的话。那你说那些外地玩家的话，他会不会更离谱？哎呦，这边可以啊，这边我那个头盔，这边的话，为什么我有这个头？这个头盔其实是什么东西？我相信很多比较新一点玩家都没看过。这个头盔就是那个僵尸模式，那些僵尸不是有3个技能嘛？他那个头盔、披风跟那个盔甲都是僵尸模式那个僵尸，那个披风就是加速，那个头盔就是刚才那个。类似光飞之翼的那个效果，那个盔甲就是无敌，对无敌。那为什么我有这个东西在我的英雄里面？这个不是 bug， 就是以前的很久以前，在上一个代理商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是刻意还是他不小心，他把它放在那个。装备自选的那个券里面，让那些玩家自己可以换。那我以前我就把那个披风跟那个头盔换了回来。说到为什么我的魔骑是有这个僵尸模式那个僵尸的头盔，那个是挺好用的，因为它是那个类似光飞之翼的头盔版，对，头盔版的光飞之翼。所以的话，它是个很独特的装备，但有个比较可惜的点就是它。因为是一个服御僵尸模式的一个装备嘛，所以它的那些 CD， 就算你加多少，它的单位就是我技能上面不是有个数字嘛？那个数字单位永远都是20，就是无论你加多少也是20。所以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可惜的点了。虽然是很好用，但它那个 CD 永远都卡在20，就算你加多少也是。那所以的话是比较可惜。那刚才说到这个连线问题，那我希望呢，那个连线问题在下次更新就是礼拜3，现在是发这部片应该是礼拜日、礼拜天应该是对礼拜天。那我希望3天后的更新，那他把那个伺服器重启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更新要把那个 server shut down 嘛，就是重新开启。那我希望他重启之后，因为以往他重启那个伺服器之后，他那个连线品质都会变好了。那我希望。他这次的重启会把那个连线问题解决掉。那我这个是一个因为啊，如果他还是没解决，因为我刚才去打两场这个竞技场，就是以前我打一些玩家都是挺顺的，就是我以前打，因为我现在发了一些竞技场影片，那基本上我以前遇过的一些玩家我都会记得。那我刚才遇到一个也是之前打过的，那也是啊。那个现在超从以前从那个抓到它变成抓不到，那我的网络就卡在3格里边，那就一个是不是可怕的事情？这个事对我来说，那代表什么？那代表了说，如果这些事件这个事情啊，在这个下次更新还没有解决的话，那我的网络也是保持3格的话，那基本上就等于我这个频道就没有影片发了。那我的影片，因为我的影片素材其实只够维持到这个。10几号，对10几号，如果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基本上我是不会硬着这个网络差的状态去打那个竞技场的，因为一来啊，对我自己操纵也不好。虽然我也是可以用不同的打法来打，但我觉得网络这个东西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嘛，你也是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，就是那个敌人嘛。那起码的话，你的网络要是。对面也能接受情况下才去打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所以的话，现在这个网络问题，就我自己打也打得不舒服，然后对面打也打得不舒服，那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我直接不打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最近我没有出现在竞技场的原因了。那也是那句，那希望下次的那个
更新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啊，那起码恢复到把我那个网络可以恢复到4格吧，那个是最低标准，然后让一些本地的玩家那个原本是5格那个5拼的网络恢复到那个稳定5拼吧。现在就是我看到很多就5拼4拼那边跳来跳去的一些本地玩家，那我那些外国玩家也算了，就是那些本地玩家的话，应该感受到挺痛苦的。那对，那大致上就说到这里。OK， 这边原本是想说一下那个李舜臣的那个问题，但看起来时间已经不够，因为已经来到这个10分钟了，原来影片已经，那也说一说吧，轻轻的说一说，因为李舜臣这个问题，其实就以前那些影片都说过，就是他原本作为一个防御英雄，他不应该有这个太强的作战能力，例如说狂战巴萨，你就不会想象他会用来做这个主要英雄嘛？对，因为狂战巴萨的话，他唯一强的点就是他霸体，但是他霸体那个时间就不是长时间会有的那个模式，而且他霸体的话也是有方法康塔的，例如说你可以直接跑开，因为他是有时间限制嘛。但李舜臣这个英雄啊，他可以用来防御也行，然后他用来打架也行，然后通常用李舜臣也是会把这个防御点满。那点满的话，他用来打架的话，基本上他就算我的所有英雄都是300多公斤，因为其实我的黑毛啊那些黑毛300公，然后我的佣兵280几公，就是这部影片的时候应该是290几好像是，然后我基本上我是完全的不停的输出他，然后他的血量也是打来打去也是剩那么多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啊，就算我用那么多权力来输出它，那但是啊，因为李舜臣他有一个机制，就是他那个重地啊，那重地他那个使用方法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游戏80%以上的状态都能使用，就是用来解除他这个负面状态。那它的用法就像一个反作用一样。那你想象一下，它那个能量有两种那个储存方法，第一就是用按那个重低。那第二就是被人打，那如果说他被人打的只有被人打来传，那还好，但他是可以用那个按紧那个重地来传，那就变得非常麻烦了，因为他就可以主动啊来传这个能量，来解除所有被抓的状态。那所以的话，为什么我那么高攻击力也是没办法在第一时间把他打死，也是他可以成为这个防御英雄跟攻击英雄的一个很大的那个重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为什么要 nerf 就是这个原因。那 OK， 那这边的话，他又用李舜臣拖 DT， 那基本上他这件盔甲的话，我会试一下。我只有那个插虫 SD， 那应该开 SD。可惜，可惜，那应该死了，那就来先订阅一下，谢谢。